明年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就要上路了，而到时候一般民众也有可能有机会去审理重大刑事案件。有人觉得这个制度可以改善恐龙法官的问题，但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制度还是抱有疑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国民法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国民法官制度即将正式上路，明年就预计会有300起的案件让民众参与审理。而最近2年来，政府也有推出模拟审判，用过去的案件实际邀请一些民众来试行。很多人期待这个制度可以解决恐龙法官的问题，让法院的判决更贴近一般民众。但也有不少人还是抱有疑虑，像是前一阵子一位101岁患有失智症的妇人呢，3度收到法院通知，说她被选为国民法官，显示出这个抽选的系统还是有待加强的。而另外有人怀疑不懂法律的人怎么能够当法官定而生死，但也有人批评说国民法官只是呢用来替恐龙法官背黑锅的，没有什么主控权。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会员福利议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所以会来跟大家聊聊国民法官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恐龙法官的问题。而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在自媒体的影音时代，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呢？就让号称100万业配之王的浩浩为你带来最扎实的内容创作课吧。浩哥制作了超过800支的影片，经验非常的丰富。在这堂课当中，他会用8个小时的精华式重点教学，从如何找到个人风格到脚本企划、表演、拍摄、剪辑、经营心法等等，全面分享最实用的技巧。无论是你想要记录生活，或是提升工作的技能，都能够用有限的预算做出吸引人的创作。现在的募资期间，这门课不只有着4折的优惠，输入77300还能够再折300元哦！立刻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领取优惠吧。在一个司法体系当中，法官是负责辨别事实、认定罪行、给出判决的重要角色。但谈起台湾的法官，很多人的印象却是所谓的恐龙法官，也就是认为这些法官都活在象牙塔里面，缺乏了常识，跟整个社会脱节，导致他们常常会做出一些有违常理，而且跟社会期待有很大落差的判决。比如说在某些命案或者是性侵案等等，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件里面呢，就常看到有人替受害者打抱不平，觉得法官判得太轻，没有伸张正义，根本就是在放纵罪犯。而在这个词流行的背后，多少也反映出了民众普遍对于司法的不信任。2018年司法院的调查报告就显示，有超过60%民众都认为台湾法官的判决并不公正，而对于法官跟法院选择不信任的人呢，也超过了50%。在同一份调查里面，有超过70%的民众认为，台湾如果实施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制度呢，会增加他们对于司法的信任。那在2020年，立法院就3读通过了国民法官法，让没有法律背景的人民也可以实际参与审判。那么这个制度实际上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国民法官制度的第一步就是选人。如果你是年满23岁，没有犯罪前科，具备高中以上或同等学历，而且在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内居住超过4个月的国民，就符合国民法官的基本资格。不过有法政军警这类特殊职业背景的人，还有跟案件或是当事人有关系的人，都是禁止参与的。另外，如果有身心状况不适等等的正当理由，也可以拒绝担任国民法官。那在选任的程序上，首先地方政府就要整理出符合这些基本条件的初选名单，而在确定要审理的案件之后，地方法院呢也会从这些名单当中抽选出一些这个候选人再让这些人到法院接受法官、检察官跟辩护人的提问。之后，检辩双方可以排除一些他们认为不适任的人。根据报道，之前的模拟法庭当中呢，检辩双方考量人选有2个重点，一个呢是看看他有没有基本的思考跟判断能力，二是观察他有没有特定偏见，会不会倾向同情某一方。举例来说呢，假设有个案件，被告因为伴侣出轨而动手打了对方，那检察官呢可能就会问候选人对于婚外情的观感，而如果发现有个人极度厌恶出轨行为，甚至影响到他的判断，那这可能呢就会是检察官要考虑排除他的因素之一。那在排除不适任人选之后呢，最后会由电脑随机的选出6名国民法官跟几名的备位法官，以防万一。而人选出炉之后，下一步就是让他们审理案件了。目前台湾的国民法官是所谓的参审制，会有3位的职业法官跟6位的国民法官，9个人共同审理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比如像是纵火、强制性交等等，最轻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或是谋杀、酒驾致死这类因为故意犯罪导致的命案，都是国民法官可能审理到的案件。但如果是涉及到毒品防治或是少年的刑事案件，则会被排除在外。
那假设有一天你被选上国民法官的话，只要在开庭当天跟职业法官一起坐上法台，全程参与审判，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对证人、被害人还有被告提问。而最后9名法官必须要一起进行评议，也就是共同讨论案件并做出判决。首先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6票以上同意，而且国民与职业法官呢都有同一票才能够做出有罪的判决。如果判了有罪，接着呢就要决定判多重。一般量刑的决定门槛呢是要5票以上同意，死刑呢则是要有6票以上同意，而且所有量刑呢也要职业、国民法官双方都有同意票才能够通过。从法界到民间，许多人都认为国民的参与呢会让法庭更多元，既会有职业法官的专业意见，也会有国民法官的社会经验。比如有参与过这个模拟法庭的法官呢，就分享跟国民法官一起审判，让他的视野变得更宽，能够去注意到更多的细节。甚至也有人认为搞不好国民法官还更能够扮演公正客观的角色，因为他们跟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审完就走，完全匿名，不像是职业法官呢可能要面对舆论的压力。另外，也有很多的法律学者认为透过亲身参与，民众会更理解司法审判的实际状况跟局限。像是在这2年的模拟法庭当中呢，许多参与者就表示，他们发现过去觉得不合理的判决其实有合理之处，也颠覆了以往恐龙法官的成见。比如有人发现法官判案的限制真的很多，不仅要遵守无罪推定、平等、量刑等等的一大堆原则，甚至很多他原本以为是证据的东西，其实不符合法律上面的证据采纳标准。另外也有人说，实际在法官的位置上面，真的会去思考犯罪成因、犯人的人生，让他理解到量刑的沉重。那除了在法庭上面的作用之外，很多人认为这个制度还可以培养公民意识跟法治教育，因为民众不再像是过去那样子只能够看，而是有机会落实到行动。那这种权利跟义务会让人民有参与感跟责任感，就可能更愿意主动去了解司法。但尽管有着这些优点还是有不少人担心，定人罪这么大的权利，真的可以交给不懂法律的人吗？在国民法官3读通过之后呢，有不少人就怀疑没有受过法学训练的人到底要怎么去判刑？因为国民法官会审理到的犯罪类型非常的多，遍及各种法律，很多罪章的规定也很复杂难懂，甚至还有法律用语跟常识定义不同的状况。但是也有许多法律学者认为不用担心因为台湾用的参审制可以确保审判合法，让国民法官不会只因为偏见或是反感就做出判决。首先，制度当中规定的是，审检辩3方都要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进行审判，比如职业法官就必须要去说明法律原则、审判程序，也要适时的帮国民法官整理重点。而检辩双方为了说服国民法官，也会用更白话的方式去阐述证据跟论点。而另外，目前台湾用的并不是美国那种让全素人做判决的陪审团制度，而是有职业法官会全程参与，包含最后的评议也会一起讨论。而投票时呢，也至少会有1位职业法官同意，判决才会成立。不过这个制度也引来了一些疑虑有些人认为这样一来，还是职业法官主导全局让国民法官根本是形同虚设的。很多反对参审制的人主要的论点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国民法官会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因为职业法官可以去说明、整理重点，等于掌握了解释权，会影响到国民法官的判断。而国民法官也可能会有权威迷思，觉得自己不懂法律，而去顺从职业法官的看法。就像之前的模拟法庭当中呢，就传出有审判长干涉国民法官看法，有位参与者呢还说他们被暗示不懂法律，而且感觉法官就是不肯放手。对此，很多法律学者认为目前这个制度还在试行阶段，所以法官等等的职业人员也确实还在学着调试自己的做法。不过他们也认为在这个制度下面呢，9名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不管国民或是职业法官都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就算是不懂法律的素人呢，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听完职业法官的说法之后，如果觉得有道理而改变了原本的想法，本来就是很合理的事情。那如果不认同，也可以去反驳或试着说服职业法官。在民调当中，多数的人也认为，民众如果跟法官一起讨论审判案件，会更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会更了解案情，进而做出判决，而不是让法官去主导。另外，也有人回归到制度设计来看，指出所有的判决结果还是要双方都有人同意，而且国民法官的席次是职业法官的2倍，应该不至于会让职业法官主导全局。在
制作这集影片时，我们一直在思考所谓恐龙法官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我们觉得关键或许就在于职业法律人员跟一般民众之间的认知落差。因为对于司法的认识期待不同，所以人民跟法官之间就可能会互相不理解。民众不理解司法的运作方式，法官不理解民众的观感。对于司法人员来说，进行当中的案件，他们原则上面不太能够去谈，而结案之后，可能也会觉得具体情况判决书里面都有写，就不太会去特别的解释。但要读懂判决书的门槛很高，而久而久之司法跟民众之间就只能够靠着媒体来传话。但有的时候，有些媒体的报道呢，会过分简化，甚至是扭曲原意，就会加深这种互相不理解的情况。比如有个案件一审判死刑，上诉之后呢，发回更审，而新闻标题呢就写着死刑招测，导致很多人骂恐龙法官放过坏人。但其实法院只是因为原判决的理由不够完备，才发回更审，等到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判决。那回到国民法官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制度确实有机会去弭平这个落差。想象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参与法律的审判，不只能够更认识法庭的运作，职业法官也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跟你平起平坐，一起去讨论案件，定出判决。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的认知落差、互相不理解的状况，或许就有机会解决。那当然，这个制度的实际效果还是要等再上路之后再继续的观察。而另外，真的会当上国民法官的人，其实也是少数。所以我们觉得要弭平落差，除了靠司法的改革之外，我们也可以主动去认识更多的法律知识，比如关注法律白话文运动等等跟法律有关的自媒体，搞不好哪一天你也会保护到自己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看好国民法官制度吗？不太看好，觉得没有改善恐龙法官的问题，反而变成了帮恐龙背书。B 看好，人民可以实际参与司法，让专业的法律人跟素人可以互相的交流成长。C 不太知道，感觉有利有必要逐步修正才会比较好吧。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国民法官制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沙井案为何判无罪，以及为什么要守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